大家好，我係 Felix，我係 Ernest，我哋係 Roll Jack。歡迎大家嚟到呢個幾首歌嘅第一集啦。咁我哋第一集啦，都想講一講點解我哋會成立呢個 channel， 同埋幾首歌呢一個 series 係做緊啲乜嘢咁樣。最主力咧就係想推廣音樂啦。咁推廣啲咩音樂？就係推廣唔同種類嘅音樂，包括國際嘅音樂啊、歐美嘅音樂啊、香港嘅音樂啊，好多唔同嘅音樂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咁香港人咧通常都係聽一啲廣東歌啊，或者係一啲歐美主流嘅音樂啊，或者老一輩嘅會聽粵劇啊，或者你哋喺學校嗰陣時學嗰啲古典音樂啊之類咁樣嘅嘢。咁但係我哋想推薦大家聽嘅咧，就係一啲歐美以外嘅國家嘅音樂，咁或者係歐美國內嘅一啲唔同種類嘅非主流嘅音樂。係啦。咁幾首歌呢個 series 咧，咁最主力咧，我哋都想係一個好似 mini album 嘅嘢。咁大家咧去翻我哋嘅 channel 嘅播放清單，即係 playlist 嗰度咧，你就會見到我哋會一格一格咁樣嘅，咁就會揀咗，譬如呢個系列呢一集我哋就揀咗5至7首歌，下一個系列下一集我哋又揀咗5至7首歌咁樣。咁大家咧聽完我哋嘅介紹之後咧，就可以去翻我哋嘅 playlist， 撳翻個5至7首歌，一次過就可以聽翻晒我哋介紹嘅一啲歌噶啦。呢一啲歌咧，我哋係有精心好辛苦咁樣揀出嚟㗎。冇錯，我自己有份揀，所以我都知道有幾辛苦。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係主要講阿富汗70、80年代音樂嘅。冇錯。咁最近阿富汗呢個國家都經常出現喺國際新聞上高啦。係啊，打仗啊嘛。打仗啊，變天啊，奪權啊之類咁樣嘅嘢啦。大家都好關注塔利班而家嘅狀況啦。係啦。同埋拜登。係啦，拜登可以捱到幾耐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哎呀，你講呢啲？哎呀，對唔住，我捱到幾耐咧？我都唔知道喎。係啦。咁但係咧，阿富汗喺70、80年代曾經係一個相當之現代同埋世俗嘅共和國嚟嘅。係。就唔係一個我哋而家。呢個係咧係講下笑嘅啫，係真係嘅，真係嘅。真係嘅，係。真係嘅。係我講係嘅，佢可以講唔係咩？係嘛？好，繼續。係嘛？咁嗱，我哋啲時間就係咁嘥法嘅。嗱，阿富汗喺70、80年代咧，曾經係一個共和國啦。係。之後曾經俾共產黨係執政過嘅。共產黨。咁喺呢一段時間咧，阿富汗嘅流行音樂咧，就並唔係我哋所認識嘅共產黨嗰種咁樣嘅革命音樂，而係咧一啲好受西方影響嘅現代化嘅流行音樂嚟嘅。甚至我哋喺當中嘅曲風裏邊，可以聽到一啲徐小鳳啊、梅艷芳啊，甚至係林子祥咁樣嘅曲風嘅味道嘅。咁或者大家聽我哋跟住落嚟揀俾大家嘅歌嘅時候咧，可以聽到一啲70、80年代香港黃金時期流行音樂嘅一啲味道嘅。真係似嘅咩？真係似。真係？係。唔信。去片。係啦，似唔似咧？我就覺得呢個留翻俾大家嘅決定，因為我覺得都 OK 似嘅，係啦。咁我哋講阿富汗嘅呢一個70、80年代音樂咧，就需要理解一下阿富汗嘅近代史喎。係。咁我哋由幾時開始講起咧？由19世紀開始講起，好唔好？可以。咁嗱，如果再遠少少講嘅話咧，阿富汗咧自古以嚟就係一個帝國必爭嘅地方嚟嘅。甚至被稱為一個啲咩帝國啊？波斯帝國啦、希臘啦，係啦，咁等等國家啦。咁呢啲咁樣嘅國家爭奪阿富汗嗰陣時咧，都會喺阿富汗嗰度咧就係啦。咁所以咧係啦，係。咁所以咧，通常咧呢啲咁樣嘅阿富汗嘅政治嘅變革咧，都係非常之暴力嘅，而且每一次想現代化嗰陣時咧，都會引起一個部落叛亂嘅喎。咁
關於呢一個阿富汗嘅近代歷史，我諗大家都最近都聽得好厭啦。但係我都想講幾個比較重要嘅事件嘅。第一個重要嘅事件咧就係1919年嘅抗英戰爭。點樣理解呢個抗英戰爭呢？就係阿富汗喺呢場戰爭裏邊獲得咗呢一個外交嘅勝利，並且咧係取得獨立嘅。咁嗱，19世紀以嚟咧，英國同埋俄羅斯咧都為咗爭奪呢個阿富汗咧係花咗唔少嘅氣力嘅。咁當中咧，俄國又取得譬如話哈薩克啊、吉爾吉斯啊、塔吉克啊呢啲咁嘅地方啦。英國咧就攞到譬如話印度啊，同埋而家嘅巴基斯坦啊，甚至咧係對波斯即係而家嘅伊朗咧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嘅。咁但係咧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阿富汗就俾英國攻打咗2次，成為咗英國嘅一個保護國喎。咁咧當其時咧，保護國嘅意思咧就唔係話阿富汗交保護費俾英國，而係英國交保護費俾阿富汗，即係阿富汗保護緊英國。可以咁講，係啦，幫佢頂住俄羅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呢一個阿富汗咧就獲取每年一筆嘅大筆嘅呢一個津貼，然之後英國就可以控制阿富汗嘅外交同埋軍事嘅。咁喺呢一點上高咧，阿富汗同埋英國佬都爭咗幾廿年。咁喺呢一個20世紀初咧，阿富汗曾經係一個帝制國家嚟嘅。咁佢哋嘅國王咧叫做哈比布拉汗。咁哈比布拉汗咧係實行一個中立政策，即係話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咧，既然唔係喺英國嗰邊，亦都唔係德國嗰邊，咁咧佢但係就不得民心，結果就俾家族所刺殺。咁佢個仔咧就叫做阿曼諾拉汗，咁就喺1919年嗰陣時就打輸咗英國，但係咧就取得咗外交嘅勝利。咁結果英國咧就唔再俾呢一筆嘅保護費俾阿富汗。但係阿富汗咧就攞到呢個外交同埋軍事上高嘅呢一個話語權同埋控制權，就取得咗國家嘅獨立啦。即係佢哋打輸咗，但係就攞咗外交嘅勝利。係啦，反而獨立到啦。係啦，反而獨立到。OK。咁喺阿曼諾拉汗嘅統治之下咧，阿富汗就開始咗一個漫長嘅現代化嘅過程咯。咁當時咧，另外一個大嘅帝國咧就叫做鄂圖曼帝國。咁呢個帝國咧當時就係同德國結盟嘅。結果德國打輸咗，鄂圖曼帝國打輸埋啦。咁鄂圖曼帝國打輸咗之後咧，呢一個土耳其咧就誕生咗啦。嗰時係一戰係嘛？一戰冇錯，係啦。OK。咁即係1910幾年嗰陣。係啦，1914至1918年嗰陣時。OK。咁1918年鄂圖曼帝國就呢個打敗啦嚇。咁1922-23年左右咧就係土耳其咧呢一個共和國成立嘅時間。咁當時咧呢一個阿塔托嘅大總統咧就呢個推翻咗哈里發教皇。咁就成立咗個世俗嘅共和國嘅。咁當時阿富汗亦都想係朝住呢一個方向發展嘅喎。咁所以阿曼諾拉汗咧就出訪歐洲同埋土耳其咧，係想學呢一個模式。咁喺翻到嚟阿富汗之後咧，佢就想推動一啲譬如話小學教育啊、女性就學啊、廢除面紗啊呢啲咁樣嘅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回教國家嘅改革啦嚇。咁結果咧就部族嘅大嘅叛亂，阿富汗咧就入咗第一次內戰。咁阿曼諾拉汗咧就倒台，咁繼而承繼嘅呢一個皇帝咧就廢除咗好多啲改革，但係就自己都俾人刺殺嘅。咁佢呢個皇帝嘅仔咧，當時19歲嘅查希爾汗就希爾汗咧，就恢復翻現代化嘅進程，曾經係推動過民主憲政嘅改革嘅，甚至咧係加入咗聯合國嘅前身國際聯盟。但係咧喺二戰之前咧，阿富汗曾經係傾向於呢一個日本、德國、意大利等等嘅軸心國，佢係因為喺二戰嗰陣時保持中立咧，先至幸免於難嘅。咁喺二戰當時咧，呢個阿富汗政府亦都係推行徵兵制啦，同埋呢徵收糧食嘅制度，結果就第二次嘅呢一個部落嘅叛亂，咁去到1947年先結束嘅。全個世界已經俾美國呢個資本主義嘅大國同埋蘇聯呢個共產主義大國咧係所分割咗，就係冷戰嗰啲時間。冇錯啦，係啦。當時咧，阿富汗嘅皇帝查希爾汗咧，採取一個好聰明嘅左右逢源嘅策略喎。咁包括啲咩咧？就係話，包括咧，佢同美國講嗱，羅斯福所搞新政嗰陣時咧，就搞咗一個叫田納西州河谷管理局嘅東西喎。咁就起一個大型嘅水壩，搞大型嘅灌溉、大型嘅水力發電嘅呢個咁樣嘅電網，咁就可以搞起成個地區嘅經濟啦。咁佢話
不如我喺阿富汗度搞同一樣嘢啦。咁於是咧，佢就同美國講：你借錢俾我，你借人俾我，你借機器俾我，我借地俾你，你幫我搞。咁於是美國真係落去幫佢搞，喺呢個克爾曼河谷嗰度咧起咗一個大型嘅水壩。點知發現咩咧？就係個水壩令到泥裏邊嘅土壤嘅鹽分咧就升高咗啦。咁就所謂嘅土地鹼化嘅問題啦。咁結果咧個土地咧乜都種唔到，除咗鴉片。咁所以今日咧呢一個克爾曼河谷仍有一座好大嘅水壩係可以發電嘅。塔利班喺第一執政嗰陣時，甚至可以係收復咗呢個發電站，但係克爾曼河谷已經唔可以再種任何嘅有經濟價值嘅作物啦，只係可以種大量嘅鴉片係啦。咁所以今日阿富汗嘅呢個經濟支柱咧，仍然係鴉片。咁當時美軍去到呢個克爾曼河谷嘅時候，甚至發現咧，當時呢啲咁嘅村落咧，點解井井有條嘅咧？原來根本克爾曼河谷管理局當時係起咗啲好似九龍塘咁樣嘅花園城市嘅，每一個游牧民族咧嘅家庭咧就派一座嘅別墅，係勸佢哋嘅定居嘅。結果當然冇人睬佢哋啦。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九龍塘式嘅花園城市嘅遺跡咧，到今日仍然係嗰度存在嘅。咁我哋睇跟住落嚟咧，就係1953年咧，查希爾汗咧就廢除咗君主立憲，就開始親政咯。咁就任命咗自己個侄嘅達烏德汗咧就做首相。達烏德汗咧係一個親蘇嘅政治家嚟嘅，咁佢就想搞計劃經濟。咁頭先我都想講呢樣嘢，就係話查希爾汗咧搞呢一個同美國合作嘅計劃咧，都係非常之計劃性係好強嘅，並唔係一個自由經濟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阿富汗嘅經濟政治向蘇嗰邊去傾向咧，係一個好自然嘅過程。咁但係咧，由於喺1964年當時咧，好多嘅民眾對於查希爾汗親政咧係非常之不滿，查希爾汗咧又要搞翻一個憲政嘅民主出嚟，咁所以咧就要規定皇室嘅成員咧就唔可以再親政。咁結果咧，達烏德汗咧就唔可以再做首相啦。咁結果達烏德汗咧就非常之不滿，咁就被雪藏咗9年之後咧，就喺1973年嗰陣時咧就叛變，咁就推翻咗查希爾汗嘅。咁喺查希爾汗同埋達烏德汗執政嘅時期咧，阿富汗咧就取得咗大量嘅蘇聯、美國甚至中國嘅技術嘅支援，咁咪起咗大量嘅國營嘅工廠啊咁樣。咁所以咧喺阿富汗嘅城市裏邊咧就係一種畸形嘅繁榮，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國家對城市進行大量嘅工業建設，但喺城市以外嘅地方就基本上係放棄咗佢。因為每一次去搞城市以外嘅鄉村嘅現代化咧，佢就會出現一種部落叛亂嘅狀況。咁所以咧喺我哋見到嘅，即係其實嗰啲部落咧自己唔想現代化。冇錯，因為每一次政府現代化呢啲部落嘅時候咧，都會係 upset 呢個部落嘅結構嘅。咁呢部落嘅領袖當然咧，佢哋有好多嘅部落嘅聯盟啊，部落裏邊嘅調解嘅制度啊咁樣啦嚇。政府喺城市裏邊係唔理解呢啲咁樣嘅制度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見到嘅70、80年代嘅呢啲阿富汗嘅音樂咧，就係當時呢一個可以話係畸形繁榮嘅城市文化裏邊所產生出嚟嘅。咁我哋而家睇1973年咧，達烏德汗喺蘇聯嘅支持底下推翻查希爾汗之後咧，達烏德汗做咗總統，就係由國民革命黨實行一黨專政嘅。咁當時呢一個黨咧，開頭同呢一個共產黨，即係佢哋叫做人民民主黨咧，係有合作嘅關係嘅喎。咁但係冇幾耐，人民民主黨就被推翻，就被排除咗出去啦。咁結果咧，去到1978年嘅4月，即係佢哋傳統曆法嘅2月嘅時候咧，人民民主黨咧為咗避免自己被清洗咧，就通過佢哋所滲透嘅軍隊咧，推翻咗達烏德汗嘅。咁當時達烏德汗咧就係連同佢嘅家人咧喺總統府裏邊咧係被殺死咗嘅。OK。咁人民民主黨咧成立咗阿富汗人民主共和國之後咧，咁咧佢嘅早期嘅領導人物咧就係叫做塔拉基總書記。塔拉基總書記咧就喺1979年嘅3月咧就俾阿明，即係佢之後嘅總書記咧所殺死嘅。咁新任嘅呢個阿明嘅總書記咧，先後咧就曾經喺美國嘅威斯康星州嘅大學同埋哥倫比亞大學咧就畢業嘅，所以係深受西方嘅左派思想同埋進步主義所影響嘅。咁佢甚至係希望係靠攏中國等等啦，所以蘇聯係唔信佢嘅。
咁咧佢哋兩個總書記咧都曾經推行過一啲嘅急劇現代化嘅政策，包括咧係徹底嘅土地改革啊、廢除面紗啊、女性就學啊等等啊。但係咧就陷入咗20世紀以嚟阿富汗所有領導人咧所面對嘅問題，就係部落叛亂。推動現代化之後就係啦，叛亂啦。叛亂係啦。咁所以咧喺1978年咧，當時咧呢一個塔拉基總書記執政冇幾耐咧，就已經係為咗去呢個鎮壓反革命咧，就處決咗18000幾人。咁啊令到呢一個嘅其實有幾多人啊？嗰時咁所以咧令到呢一個嘅部落叛亂咧更加嚴重嘅。咁咧喺1979年嘅時候咧，當呢個喀布爾咧被四面包圍嘅時候咧，蘇聯就決定出兵去幫助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咁結果咧就阿明咧呢個佢哋唔相信嘅呢一個總書記咧，就喺總統府裏邊俾人殺死咗。92年之後咧，阿富汗咧就俾呢啲嘅部落嘅游擊隊咧所成立嘅政權咧係呢個執政嘅。咁1996年嗰陣時咧，塔利班咧嘅政權咧就成立咗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聽嘅第一首歌咧就係達烏德汗嘅共和國嘅時期。咁啊，人稱阿富汗貓王嘅阿麥扎希爾嘅一個歌集。當時阿富汗咧就冇電視台嘅，民眾咧只係能夠透過喀布爾嘅電台咧嚟去收聽呢啲咁樣嘅流行音樂。但係咧，阿麥扎希爾咧相當係注重佢嘅呢個形象嘅，佢係模仿美國嘅 Elvis Presley， 即係人稱貓王啦嚇，呢個形象，長頭髮啊，呢個闊領嘅西裝同埋恤衫啊等等嘅呢一個咁樣嘅形象。咁所以咧，阿麥扎希爾咧係出世喺1946年嘅，咁佢個父親咧曾經係宮廷嘅御用醫生嚟嘅，係甚至咧係做到衛生部長同埋總理添嘅，所以其實咧佢係出身於呢個上層嘅呢個建制嘅社會，令到佢咧係有機會到處遊歷，甚至去印度留學嘅。咁咧，阿麥扎希爾咧就係喺1979年6月14號，佢33歲生日嗰日咧遇上交通意外就死咗。咁咧，關於佢嘅死咧，就有各種各樣嘅呢個講法啦。咁啊，其中包括一個講法咧，就係阿明總書記個女咧，竟然同佢係有染嘅，並且係得唔到阿明總書記嘅呢一個嘅讚許啦。咁結果阿明咧就派人去殺咗呢一個阿麥扎希爾嘅。咁所以咧喺阿麥扎希爾出殯當日咧，或者係出於政治上嗰個不滿，或者係出於對呢一個阿麥扎希爾嘅音樂嘅認同啦。喀布爾當日咧係萬人空巷，水泄不通嘅。咁可以見到咧，阿麥扎希爾咧可以話係獨力去令到呢個阿富汗嘅音樂咧係現代化咗。咁阿麥扎希爾咧其實佢係一個阿富汗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個人物啦。咁就好似我哋華人地區 Beyond 許冠傑係啦，許冠傑會比較好啲，係啦，好似許冠傑咁樣。咁咧，因為以前喺阿富汗嗰啲歌咧，一般都係佢哋玩嗰啲葫蘆啊，或者佢哋好民族上邊嘅一啲音樂嚟嘅。咁咧，然後跟住阿麥扎希爾咧，因為佢喺外國讀書嘅，冇記錯，係啦，佢就將外國佢聽咗嗰啲 music 咧帶咗翻嚟，咁啊同民族嘅音樂咧有少少結合嘅。即係佢唔係純粹話歐美嗰啲玩 Beatles 翻到嚟就 Beatles， 唔係咁樣，佢有少少阿富汗色彩嘅。咁變相佢出嚟嗰啲音樂咧，又帶翻啲世俗嘅味道啦。咁所以嗰陣時嘅人咧就非常之推崇佢啦，而且佢變咗一個家傳戶曉嘅人物啦。我都想講多一句咧，就係阿富汗喺60-70年代咧係好多嘅嬉皮士向東面呢一個朝聖嘅一個終點站嚟嘅，即係譬如話你係一個歐洲或者係美國嘅嬉皮士咁樣啦，你可能會係經呢一個印度咁樣前往阿富汗嘅，咁中間經過啲中東嘅國家咁樣，所以喺阿麥扎希爾嘅音樂裏邊咧，都聽到一啲嬉皮士60-70年代嘅音樂嘅呢個色彩，包括頭先所講嘅 Beatles 嘅少少嘅影響，係啦，甚至係 Ray Charles， 我哋呢個 Road Jack
嘅呢首歌嚇，都係 Ray Charles 嘅呢一個嘅作品。咁佢嘅影響都可以喺 I'm a Sahara 嘅作品裏邊。你會聽到 I'm a Sahara 嘅嗰個有少少搖滾嗰個 beat 咧，其實同 Beatles 嗰個 beat 有少少相似嘅，大家可以聽下 feel 下就會聽得到啦。第一首歌係第一首歌。我哋而家嚟到第二首歌，咁啊第二首歌嘅呢個 MV 嘅背景呢，就係1978年8月阿富汗嘅電視台啟播喎。咁呢個電視台呢，又稱中央電視台啦嚇。咁呢，就係本來係一個日本援助嘅項目嚟嘅。咁但係去到啟播嗰陣時呢，阿富汗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啦。咁我哋跟住落嚟所有嘅片段呢，都係嚟自呢一個阿富汗中央電視台嘅。咁當時佢哋錄製嘅節目呢，佢哋嘅呢一個歌目呢，同埋歌詞呢，我要感謝一位伊朗朋友嘅 Pedram 呢幫手係翻譯嘅。咁啊，首先呢，就係阿富汗元老級嘅歌手 Nashenas 嘅 Dostida， 意思呢就係偷望。咁啊 Nashenas 咧係一個藝名，個歌手原名咧係 Mohammad Sadiq Fitrat。咁佢曾經咧喺印度留學嘅，50年代開始進入歌壇。後來去到70年代初咧，曾經係喺莫斯科國立大學裏邊咧係修讀呢個普什圖語嘅文學博士，所以咧係可以反映當時咧喺大烏德汗底下咧，阿富汗同埋蘇聯嘅關係日益密切嘅。咁呢首歌咧雖然係一首情歌，但係咧我更加覺得係適合咧作為一首間諜片嘅歌詞嚟喎。咁啊歌詞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咧你偷望我。我發現你偷望我，所以我偷望翻你轉頭。OK，跟住你發現原來我知道你偷望緊我，所以咧唔使講一句説話都可以傳情啦。Okay，就係咁嘅意思，係啦。好。咁啊 Nashenas 咧去到90年代咧就流亡咗英國。咁佢喺呢段 MV 裏邊咧嗰個樣雖然好蒼老啦，咁但係其實咧當時只係40幾歲嘅啫。咁我哋仲可以欣賞到阿富汗嘅呢個雪山嘅景色。以及咧係80年之前好普遍嘅關刀領嘅西裝。OK， 喂，但係岔開少少問一問先，就係阿富汗嗰時嘅音樂，佢哋係用咩語言？即係唔會係英文㗎啦。咁會唔會係嗰啲咩波斯文、阿拉伯？其實咧，阿富汗嘅幾種語言咧，Pashto 啊、Dari 之類咧，都係同波斯語咧係有相當大嘅關係嘅。係啦，咁可能係我哋嘅廣東話同埋石岐話嘅關係咁樣啦。OK。係啦，所以我嘅波斯朋友咧，即係伊朗朋友啦，都可以聽得明佢哋嘅一部分嘅歌詞，至少可以解得到個大意俾我聽。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嚟到第三首歌咯喎。咁啊，第三首歌咧係嚟自 Abdul Muhammad Hamahan， 咁亦都係阿富汗嘅最後一個歌手之一嚟嘅。咁佢1936年咧出生喺喀布爾。咁呢一首歌咧係1979年嘅 Sadeh Nashor， 意思咧就係唔好做傻事。唔好做傻仔，咁啊似乎係對我哋兩個嘅一個非常之大嘅警告啦。咁呢首歌嘅音樂方面咧，似乎已經有相當大嘅俄羅斯東歐嘅影響喎，因為當時咧已經係社會主義革命嘅1週年啦。咁啊喺當時咧，Hamahan咧係獲邀請喺好多嘅婚宴上高咧係表演嘅。實際上咧喺1978年嘅4月嘅革命之後咧，大批嘅中產階級咧一係就留喺國內。一係咧就冇錢去移民國外嘅，咁所以Hamahan嘅受西方曲風所影響嘅音樂咧，係好受城市嘅中產階級所歡迎嘅。咁佢甚至有機會咧喺美歐、澳洲等地咧係巡迴演出添㗎。咁喺呢一首歌同埋之後幾首歌嘅音樂嘅西洋影響可以見到咧，阿富汗城市中產階級咧，即使喺全面內戰同埋蘇聯大軍壓境嘅情況底下咧，始終都係冇放棄佢嘅國際化嘅面向嘅，甚至咧係受到呢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所鼓勵嘅添。
ساده نش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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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جلوه در بام نکو ساده نشو جلوه در بام نکو ساده نشو咁所以我哋嚟到第4首歌啦喎。咁呢一首咧就係由 Tahir Shabab 同埋 Sadiq Shabab 兩兄弟所唱嘅 Yaradil Azara， 意思咧就係一個令我煩惱嘅朋友。咁就係，但其實咧就唔係咁嘅意思嘅。其實個意思咧就係話咧，某朋友令我好煩惱，因為咧佢係令我對佢傾心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我冇辦法去表達愛意嘅情況底下咧，就令我好煩惱啦咁樣。咁所以可以見到就係其實當時阿富汗對於呢種嘅談情説愛嘅現代音樂咧，都係相當歡迎嘅喎。咁我哋見到啊嚇呢個 Tahir Shabab 嘅長頭髮黑超嘅呢個形象咧，甚至有可能係模仿 Cliff Richard 嘅添。از عشق داغی تو افتاده درمانم توی نگاه من تو هم گسار من مدی تو بربادم وای وای دین که به عشقی تو سخت گرفتارم دین که به عشقی تو سخت گرفتارم咁可以見到咧，喺80年代嘅呢個大軍壓境、內戰、左派政權專政嘅情況底下咧，阿富汗都係冇喪失呢一個西方化、現代化嘅呢啲咁樣嘅傾向嘅。咁喺呢首歌最後尾咧，佢哋喺度講喂喂喂喂喂咧，就並唔係喺度試緊咪喎。而係喺度講即係我呢個我嘅愛意，我要表達出嚟啦咁樣。OK， 跟住落嚟咧，就係第5首歌啦。係啦，第5首歌係咩咧？呢一首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睇到80年代初喀布爾街頭嘅景色喎。咁咧呢一個咧，包括當時佢哋覺得好現代化嘅大酒店啦、高樓大廈啦、雜貨店啦、行人天橋等等。而家仲有冇嘅咧？呢啲有酒店定係炸晒啦已經。其實多好多添，因為美軍喺2001年呢個佔領阿富汗之後咧，阿富汗其實多咗好多商場啊、酒店啊呢啲服務外國人或者係城市中產階級嘅呢啲咁樣嘅設施啦。咁但係咧喺90年代咧，即係阿富汗喺塔利班執政嗰陣時咧，的確係好差嘅，即係你見到嗰陣時啲相咧，即係基本上都炸到溶溶爛爛咁樣樣。咁好啦。咁我哋而家記翻住就係呢個係80年代中期阿富汗咧有戰爭，但係未打到去城市嘅呢個地步。咁當時呢個歌手叫 Fawad Ramiz， 咁我就冇辦法揾到好多關於佢嘅資料。咁呢首歌咧叫 Zamana Zamana， 意思咧就係今時今日。咁啊 Ramiz 喺歌詞裏邊咧就係講現代社會裏邊嘅戀愛嘅各種嘅荒謬嘅地方。咁啊又以各種嘅雀鳥作為呢個比喻。咁呢首歌嘅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相信係用咗一部叫 TL808 嘅鼓機咧，係一部日本嘅鼓機，係用嚟編排呢一個呢個卡拉 OK 嘅。OK， 咁咧呢個係電子音樂引入阿富汗嘅一個非常早期嘅例子。咁呢一首歌咧，就令到我哋可以理解下一首同埋下2首歌。OK， 第6、7首歌咧就係一個叫做 Wajiha Rastaga 嘅女歌手所唱嘅。咁 Wajiha Rastaga 咧可以話係阿富汗嘅徐小鳳或者係梅艷芳啦
佢同佢老公 Farid Restaga 咧喺80年代初咧，就令到阿富汗咧係充滿呢一個電子音樂嘅呢一個聲音。咁喺第6首歌裏邊咧，雖然有深刻嘅80年代曲風嘅味道啦嚇，其實佢嘅歌詞咧就係取材於咧16世紀嘅波斯印度詩人 Abdul Qadir Bedil 嘅作品。咁 Bedil 咧一生咧係創作咗幾多首詩咧？你估下？10首、20首、147000首，仲多過李白。係啦，仲多過李白，冇錯。咁喺我哋理解，其實嗱，147000首歌啦。如果佢有30歲嘅話，即係每年佢寫幾多首？我啲數學唔好，佢不嬲都知嘅。我攞嚟數學 F 嘅，唔好意思。我繼續。係啦，所以咧喺波斯文學界裏邊咧，佢係一個印度學派嘅代表嚟嘅。咁佢真係每日都要寫。咁咪我諗佢都 enjoy 嘅，或者佢有強迫症啦。或者佢叫人寫，然後話係佢嘅。呢啲咁樣嘅 conspiracy theory 我就唔會好 buy 嘅，但係係唔係㗎？唔係咯。好啦，嗱咁Abdul Qadir Bedil 嘅作品咧，就經常係被視為咧呢個係艱澀難懂嘅。咁同我哋所理解嘅李白嘅呢一個非常之平易近人嘅作品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嚇。咁但係咧喺1980年代初咧。喺呢一個伊朗咧，呢個79年嘅革命之後咧，呢一個 Bedil 嘅作品咧就竟然係再次受到呢一個嘅關注。咁喺80年代初嘅阿富汗咧，竟然係取材於 Bedil 嘅作品咧，可能都係反映鄰國呢一個伊朗嘅一啲政治文化上高嘅改變嘅。咁我哋跟住就嚟到第7首歌啦，呢首歌就簡單得多。咁同樣咧係由 Wajiha Restaga 所主唱嘅，其實咧係翻唱當時蘇聯嘅一個翻唱歌嚟嘅。翻唱歌冇錯，係翻唱當時蘇聯嘅大軍喺阿富汗啦嚇，咁所以好多蘇聯人睇緊電視啊，好多嘅呢一個中學生讀緊俄文啊咁樣樣啦。講多次，嗰陣時係幾時話？5幾年、6幾年？係1979至89年，係啦，有10年嘅時間。咁呢個蘇軍嗰陣時係共產黨嘅，係啦，當時佢哋正確嘅人民民主黨啦嚇，咁但係其實係共產黨啊。咁當時咧呢一個嘅蘇聯嘅一部分就係呢一個烏克蘭。咁烏克蘭有一個女歌手嘅 Sofia Rotaru 嘅一個名作咧，就叫做 Bilo no Proshlo。咁歌名嘅意思咧就係曾經有但不復在。呢首歌咧係1986年喺烏克蘭推出嘅，係 Rotaru嘅曲風咧偏向於 Europop 同埋 Disco 嘅轉捩點。咁當時咧發生咗啲咩事咧？就係蘇聯嘅總書記咧改為由戈爾巴喬夫係出任嘅。咁戈爾巴喬夫係一個好年青有為嘅一個咁樣嘅總書記啦。咁就希望咧蘇聯咧可以自由化改革嘅。咁當時咧喺佢嘅領導之下咧推行咗一啲改革開放嘅措施。咁所以咧 Rotaru 喺呢個時期咧佢嘅曲風係偏向於歐洲咧，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事情。咁但係咧喺戈爾巴喬夫任內咧，佢哋就即將會喺呢一個阿富汗實行撤兵，並且冇幾耐之後咧就見到呢一個阿富汗政權嘅倒台啦。咁所以我哋即將講到咧第8至第10首歌咯。咁呢幾首歌咧都係由一個烏茲別克族嘅歌手，阿富汗人嚟嘅，佢叫做 Wahid Omid 所唱嘅。Wahid Omid 咧係一個蘇聯化相當深嘅歌手，佢曾經係喺烏克蘭嗰度咧喺基輔讀音樂嘅。咁咧呢幾首歌咧雖然都係喺阿富汗嘅中央電視台嗰度播放，但係咧第一首歌咧係一首俄文歌嚟嘅喎。
歌。係啦，咁我喺呢度咧又多謝一位俄羅斯朋友叫 Victoria 咧幫手去翻譯啲歌詞嘅。咁佢大意咧就係關於一對分手嘅情侶咧，咁個男方咧就打電話俾女方，咁希望復合啦，但每次都俾人冚呢個電話嘅。咁結果咧佢就哀嘆生命裏邊缺乏女方嘅呢個痛苦啦。咁啊歌去到最後尾咧，竟然個女方就拎起咗電話，咁啊呢個電話就打得通。咁結果佢哋咧就互相訴說情意，咁就復合翻嚟。咁所以咧呢首歌咧之所以可以喺阿富汗中央電視台嗰度播咧，估計都係因為當時阿富汗有好多嘅蘇聯嘅軍隊，同埋亦都係有相當多嘅城市嘅人民咧係已經識得係俄文噶啦。咁第9首歌咧更加係直接翻唱呢一個德國嘅 Europop 嘅組合叫做 Modern Talking 嘅一首歌。呢首歌咧叫做 Brother Louis， 嗰時係西德定東德？西德喎，冇錯，喺西德喎，係啊，OK，係啊，所以呢個係相當難得嘅一件事嚟㗎。咁呢個亦都係因為戈爾巴喬夫推動改革開放咧，所以先至有可能發生嘅一件事嚟嘅。啊，咁咧呢一首嘅西德嘅歌咧，就喺1986年3月初咧，已經係榮登德國嘅榜首㗎咯喎。咁啊，連續17個禮拜喺榜首上高。咁啊喺英國已經達到第4位，賣咗25萬隻碟。咁當時除咗 Wahid Omid 咧喺阿富汗有翻唱之外咧，剛才提到嘅呢個 Sadiq Shabab 咧亦都有翻唱嘅。而 Wahid Omid 咧更加係帶咗一副咁樣嘅超未來感嘅白框黑超，係唱呢一首歌喺中央電視台嗰度播放。咁咧最後一首歌咧就係 Wahid Omid喺90年歌唱呢個阿富汗祖國偉大嘅歌。咁當時發生咩事就係阿富汗嘅人民民主黨咧發現咧呢個共產主義已經不可能喺呢個阿富汗實現，咁所以就改咗名做祖國黨嘅。咁所以喺阿富汗嘅呢個共產政權嘅最後2年咧，其實係由一個祖國黨嘅黨咧係去呢一個實行一黨嘅統治嘅。咁啊喺呢個片中我哋可以見到阿富汗喀布爾首都嘅一啲嘅市街嘅面貌，同埋一啲嘅鄉村嘅名勝。但係咧喺呢幾首歌推出之際咧，蘇聯嘅撤兵已經係差唔多完成啦。咁阿富汗嘅左派政權咧都係岌岌可危啦。到咗92年咧，梗係全面倒台。咁佢呢個前總書記咧納吉布拉亦都係96年嗰陣時咧，俾喀布爾嘅塔利班咧所殺害嘅。咁塔利班上台之後，更加係禁住咗電視，禁住咗音樂。去到2001年咧，塔利班俾美國軍隊推翻，先至咧係恢復翻呢個電視嘅廣播。咁今日嘅阿富汗咧已經係今非昔比啦。咁新上台嘅呢個塔利班咧，亦都係應承咧，大家睇下佢應承嘅嘢會唔會兌現啦嚇？就係會係一個包容嘅現代嘅伊斯蘭政府。咁我哋希望咧將來阿富汗會有繼續更加多嘅呢啲嘅音樂嘅作品，亦都希望咧就係將來呢一啲嘅流亡歐美嘅呢啲老牌嘅歌手，譬如話剛才嘅 Nashenas， 譬如話 Wahid Omid， 譬如話 Wajid Rastaga， 可以之後咧有機會去翻回呢個祖國嘅。多謝大家。好，咁唔好走住，咁我講翻先。下一次咧，我哋會講啲咩？就係講翻咧由蘇聯佢哋倒台啦，然後跟住塔利班上政權之後，塔利班到呢家阿富汗嗰段音樂嘅一段歷史。咁所以下集記得要睇啦。好，中意呢段片嘅朋友記得咧 like、subscribe、comment 同埋撳一撳個鐘仔。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